发现老公不对劲是大约半年之前，我的世界就此崩塌。满心欢喜的在我生日当天凌晨赶回家，准备迎接30岁生日，来自他的第一个生日祝福。可迎接我的，竟然是他和别的女人。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，可他不但吃窝边草，还把草种到家里来。我因为一场学术交流出差1个月，老公关明翰每个周末都会来看我。可是在最近2次周末碰面的时候，我却发现了他身上微小的变化。女人的直觉让我觉得他的不对劲。在卫生间做皮肤保养的我，被颈间传来的一股温热的气息弄得脸颊微红。老婆，好了没？本该是激情四溢的缱绻，可他衬衫上微不可察的香味却让我不禁蹙眉。这是一股很陌生的香气，不是他惯用的香水，香气很淡，前调清雅，初闻好似淡淡的茶香，混杂一丝花香、果香，很雅致。但是很显然，调香的人只懂皮毛，因为果香的用料和配比不对，后调会变得甜腻，像极了对号上多了一点的耐克，2个字母分开印刷，没有重叠的 LV， 妥妥的东施效颦，画虎不成反类犬之作。或许是我不在家，他妈妈换了洗衣液的牌子，虽然很不喜欢这个味道，但还是全心回应了他的吻。当周末结束，给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却发现他的行李箱里竟然有茶叶做的香包，衬衫袖口竟然是镂空掐的香囊球，里面放着1粒做好的香丸。这不是男人会买的东西，更不是他这种没什么品味的人会用的东西。我的头皮开始发麻，后背森森的冷风往上涌，脑子里浮现之前在家里时候他表姐给他喂樱桃的画面。毕竟他表姐就在茶楼工作，但这个念头瞬间被踢走。那是表姐，是亲戚，搞在一起不就违背家庭伦常了？不过是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格外亲厚了些。虽然对现在的生活我抱怨过，但是我从没想过他会背叛我们的感情，而且这些也并不能算铁证，或许就是个普通的礼物。女人啊，真的就是这么傻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在机场，他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这段时间会很忙，下个周末我就不过来了。月末你回来的时候，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机场接你。眼中满是不舍，甜蜜的样子让我对之前的怀疑深深的歉疚。可是没想到后来的一切如此残酷，现实狠狠地扇了我2耳光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我们都很忙，但都坚持每天通电话。为期1个月的会议终于结束，我可以回家，可以奔向我的爱人了。为了给小别胜新婚锦上添花，我决定给他一个惊喜。我没有告诉他我回去的时间，或许这是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想用这样的方式验证我之前的猜测。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夜，我幻想着我蹑手蹑脚钻进被窝，给他一个香吻时，他惊讶的表情。也或许是我想看看他究竟在没在家，所以才选择了这么晚的航班。可这个惊喜终究变成了惊吓。当我蹑手蹑脚地上楼，走到卧室门口，却听见了男女翻云覆雨滚床单的声音。那是结婚时我跑遍了各大商场，精心挑选的婚床，竟然被这一对贱人糟蹋了。宝贝儿，你的身体太让我着迷。老公站在2楼卧室的门外，听见里面一阵阵的对话，握着门把的手指甲嵌进掌心中。或许我应该现在冲进去，给在床上翻滚的2个人每人一记响亮的耳光，让他们的丑事在日光下暴晒。可现在这样进去，终究是给他们难看，还是给了自己难堪？这不是我想要的。即便离婚，我也想自己可以体面地转身。最终，死死握住门把的手缓缓松开，默默下楼，拖着门口的行李悄然离开，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回来过一样。那么恶心的声音，虽然夹杂着迷离，但还是很轻易的能辨别出来，那就是我那个凤凰男老公关明翰，还有他那个以为能靠爬床一飞冲天的乡下表姐罗多生。罗多生是关明翰的表姐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说是她被老公抛弃，无路可走才来投奔的。当年她出现在我家的时候，连我也被这破衣烂衫的山里妹子惊艳到了。毕竟那前凸后翘、
中间有细腰的身材格外惹眼。就算穿着满是补丁的破袄子，也难掩傲人的身材，加上我见犹怜的可怜样。我要是个男人，我都得多看两眼这种人间尤物。酒店硕大的浴缸里，温暖的水将我包裹，可还是觉得自己冷得在发抖，耳边不住地飘荡着那俩贱人的对话。身上越来越冷，我将身子下滑到浴缸里，直到水淹没头顶，眼泪冲散在水中。不是鱼不会哭，只是你看不见它的眼泪。我猛地从水下起身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离婚吧！我虽不是富二代，但也是妥妥的书香门第。关明汉曾经是我爸当年带的研究生，家境贫寒，他从来不提他的家人。那时候我们都以为他已经没有亲人，可是他对我极好，虽然穷，可是他会省下自己的早餐钱，给我买一个我喜欢的冰激凌。他说那是他能负担得起的最贵的东西了，但是只要他能负担得起，他都会给我。呵呵，原来不过是为了博得我爸的好感，获取更多的助力。他能娶到我，家境上算是高攀，因为我有车有房有工作。我能嫁给他，我以为我是嫁给了幸福，因为他山盟海誓对我好。我可以原谅他在婚姻中偶尔开小差，但绝不会容忍他脱轨。既然不能原谅，那就痛快地分开，让他带着他的爸妈、他的表姐从我的世界、我的房子里消失。想明白了一切，我不忘给自己敷上一张面膜。毕竟女人要先学会爱自己。第二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没有着急回家，先去商场给自己买了个生日礼物。毕竟是我30岁的生日，预示着我从此不如而立之年。我才不会因为那么垃圾的一家人破坏了我的生日。有一只驴牌的包包，我看中很久很久，但一直也都只是看看，因为有那么一大家子人要养活，开销总是不能大手大脚的。可现在我没那么多顾虑了，那一家子拖油瓶即将被我赶出家门，我自己赚的钱，我爱怎么花怎么花。刚付完账，关明汉的电话就打过来：“老婆，会议还没结束吗？今天你生日，生日快乐！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，你不早点跟我确认，等到这时候才打电话，是巴不得我不回来吧？我偏偏不能如了你的意。我回来了，都跟同事们一起，我一会就回去。”我说完这些话，对面很明显的顿了2秒钟，之后表现得异常兴奋：“这么的，笨蛋，怎么不让我去接你？妈准备了很多东西要，就为了给你过生日呢。我现在去接你。奥斯卡欠你一个最佳演技奖。不用了，学校还有事，完事我自己回去。毕竟是我的生日，有什么事情，等我过完生日再说吧。要想想怎么能悄无声息地让他们离开，省得被左邻右舍听到嚼舌根。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些好事之徒到处讲闲话，我不想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进家门的时候，桌上已经准备好了大半的饭菜，大多是硬菜，这是做贼心虚了吗？之前家里恨不得一点荤腥不见，弄点肉，我吃一口，他妈妈的脸恨不得耷拉得跟鞋拔子一样长。天天教育我，女人要勤俭，要知进退，要事事紧着丈夫。丈夫吃肉，我吃菜；丈夫吃菜，我吃剩菜；丈夫喝粥，我只能饿着。凭什么？我赚的不比你儿子少。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盛行网络文学，关明汉也蹭了这一波时代热度，跟着写网文，收入提高了不少。但是他一个理工男，能写出什么东西来？他的小说9%都出自我的手。离了婚，他的小说一定很快塌房。珊珊回来了，那表姐罗多生若无其事地跟我热络地打招呼，顺手接过我的包：“老婆，你辛苦了，生日快乐。”关明汉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，我也假意欣然接受，余光瞥向罗多生，看到他的脸色瞬间扭曲地暗淡下去。呀，珊珊，你这包。看着他拿着包，嘴角露出的一丝微不可察的笑，总觉得他会搞出什么幺蛾子。果然，饭桌上，罗多生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：“珊珊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”我非常有礼貌地打开，啊，是一个香囊，
和关明汉那个虽然不是同款，但却足以证明关明汉那个也出自他的手，因为香味依旧徒有其表，努力的想达到清冽高雅的香气，但却永远透着一股子庸脂俗粉的风尘气。我这东西不值钱，你别嫌弃。我看你那个包是新买的吧？那个牌子好贵的，表弟对你真好，这么贵的包都舍得给你买。都没等我说话，婆婆又尖着公鸭嗓道：“一个装东西的袋子，买那么贵干什么？姑妈，您不懂，那个是驴牌，是奢侈品，一个钥匙扣都好几千呢，一个包少说都要几万块，这是时髦。还真今非昔比了，奢侈品的价格也都了如指掌。看来当初把你送到茶楼去上班，你这班没白上。当初他来找我说想找个工作，又因为他承包了全部家务，帮我解决了婆婆的刁难。作为回报，我把他介绍到朋友的茶楼去上班，那里迎来送往的都是高端客人，穿着打扮自然都价格不菲。几万金包，你知道几万能在村里买多少地吗？明汉工作这么辛苦，钱可不能这么糟蹋。婆婆的表情已经失去管理。我花我自己赚的钱，买我自己喜欢的包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本想安静地把生日过了，非要没事找事。你赚的钱，你赚的钱。婆婆的声音渐渐地小了下去，似乎是被噎到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毕竟这确实是我赚的钱。表姐的声音又适时响起：“今天珊珊生日，我们过生日吧，姑妈，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，给您。”说着就将一个牛皮纸信封递了过去，满脸的真诚，还冲我眨眨眼，好像是在给我解围一般。好表一绿茶，真能演。你看看，这才是做媳妇的样子。媳妇，呵。不过看着信封的厚度，最多也就2000块钱。他工作的茶楼所针对的客人都是高端群体，不说卖茶的提成，就是客人们走时留下的小费，一个月算下来也不止这个数了。这是明目张胆的给我穿小鞋。要是在以前，我根本不会在意他这点小伎俩，毕竟山里姑娘出来，总要有点钱傍身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这是你自找的。罗多生，你那是多少钱？我看着数不对呀。你在那工作，底薪1500，提成那边最差的员工也能拿到2、3千，还有客人的小费，最少的也能收到1、2千。你的工作能力很好，业绩在所有员工里也是中上等的，一个月最少也有小1万的收入。你那信封里是多少钱呢？显然他对我的反常始料未及，脸涨得通红，闪烁的目光时不时地扫向婆婆。婆婆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竟然没有发作。看来是有更重要的下文了。果然，他的炮火开始对准我，毕竟这么好的引子，放过了实在可惜。多生刚到城里，花钱的地方多，下个月开始就会全部上交的，是吧？多生，婆婆的是吧？咬字格外清晰。罗多生恨得后槽牙咬得咯咯响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，硬扯出一抹笑。当然了，姑妈。原本是想陷害我，却没想到我今天竟然转了性子，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看他那憋屈的样子，该得到想要的回答。婆婆很满意的点点头，转头对着我：“珊珊，以后你的工资也按时交给我吧，我统一支配。在我们农村老家那边，家里的钱全都是要交给一家之主统一管理的。明汉宽厚不爱管钱，以后明汉的工资卡你还给他，他自己管着，想买啥买点啥。男人嘛，在外面总是要有体面的。你和多生的就都交给我吧。”这话说的根本不容我拒绝。边上的关明汉虽然一直看不上他这父母，但对外还是装成孝子，现在就在那里冷眼旁观。他两不相帮的态度看着实在让人更生气。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隔岸观火了，每一次他父母作妖，他都是这副表情，大有人是你捡回来的，你负责到底的意思。当年我们结婚的典礼上，一个保安拉着关明汉不肯放手，我当时以为是讨要小费的，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同乡，应该是同乡回村的时候将我们结婚的事告诉了他爸妈。
所以他爸妈才冒着冰天雪地的天气赶了过来。我和关明汉是校友，我毕业留校，出去在一家 IT 公司上班。可是他爸妈只知道他大学的学校名字，只能找到这里来，自称是关明汉的父母，在门口见人就问认不认识关明汉。那年的冬天格外冷，冻得哆哆嗦嗦的陈姐从外面回来，神秘兮兮的来找我，说大门口有2个衣衫褴褛的老人，见人就打听关明汉，说自己是关明汉的爸妈。就这样，我终于见到了所谓的公公婆婆。后来关明汉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我说，他怕我嫌弃他，怕失去我，所以不敢告诉我，只是偷偷给他们打点钱。从那之后，他爸妈就一直跟我们住在我的房子里。本以为他们会因为我让他们留在城里，而对我这个媳妇好一些，没想到却变本加厉，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。第一，这不是在你们那农村；第二，我和关明汉结婚时，1没彩礼，2没房子。这房子是我的，姓韩。你跟我说你是一家之主，说的难听点，你儿子是倒插门，带着一大家子倒插门。我的教养里，尊贤敬老是基本。可今天我的教养告诉我，就该教育他丫的。我儿子是有大志向的，以后是要给我享福的。你到现在连个蛋都没下，在我们那，你早就被休了，实在忍无可忍。你们那，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这不是你们那，而且这是倒插门，生了孩子按规矩也姓韩，不姓关，懂了吗？想休了我，你们也配？离婚，现在就离，是我休了你儿子。收拾行李，滚蛋。就此结束了也不错。凭什么我走？要走也是你走，这是我儿子的家。你嫁了我们家，就都是我们的。真是不要脸，走遍天下。封建电视剧看多了，不离婚，这是你儿子的家，离婚和他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就算报警，警察来了，那也是让你们出去，懂了吗？立刻收拾东西，给我滚蛋！眼见我如此反常，如此豪横，关明汉发现事态不对，不再隔岸观火，对着他妈妈就是一声怒斥：够了，给你钱，你会花还是会管？你见过1万块钱长什么样吗？说完婆婆，关明汉语气也算不上好的对我说：你怎么这么对我妈说话呢？他们再不对，也是我妈。你就是看在我的面上，也不能这样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真拿自己当碟子菜了。本想既然爱情没了，就离婚，让他们搬出去算了。可经过刚才的一幕，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是想就这么轻易地放过这一家子垃圾，所以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抬抬眼皮白了关明汉一眼，起身回房间休息。爸妈之前打电话过来说要回来给我过生日，正好把他俩的定情信物还给他们。算算爸爸这次被请到不来梅交流也有大半年了。走之前把他跟妈妈的定情信物借给一个玉石展览会出展。那是一只3彩老坑玻璃种圆条手镯，是我们老韩家的传家宝，传了好几代人了。至于价格嘛，黄金有价，玉无价。展出完就交给我保管了。可是无论我怎么找，这镯子就跟消失了一样，不见踪迹。镯子竟然不翼而飞了，明明我走之前它还躺在我的首饰盒子里。我不想恶意的去揣测别人，这一家子人的品行实在太过恶劣，而且婆婆之前的行为实在太可疑。我出差那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和关明汉说到我不在的时候，他拿东西要小心，别把镯子碰掉弄碎了。我生日的时候我爸妈要回来，我准备把镯子给他们送回去。当时婆婆却出来插嘴，他们一直在外面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家里，没人看家不安全，就放在你这里最安全。当时没在意，现在想想越来越可以。而且那天我因为资料没带，回家来取，到房间的时候，看到婆婆竟然从我的衣帽间出来，说是给我打扫卫生。可是我房间的卫生一直都是我自己收拾，她一直对我不做家务有很大的意见，更是不会帮我收拾任何东西，现在竟然会这么好心的帮我收拾房间。只是当时赶飞机，我没来得及多想，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我走出房间，妈，
你看到我房间衣帽间里放着的我爸妈的手镯了吗？什么手镯？你爸妈的手镯，你来问我做什么？难道我会偷你手镯不成？他的表现委实可疑，我感觉是他偷的，但是我没有证据，这样指证他一定会被反咬一口，只能忍耐以谋后话。回到房间，我正愁要怎么跟爸妈说这件事情，结果爸妈来电话，很是亲昵地祝我生日快乐，因为实验进度的问题，没能赶回来给我过生日，他们非常抱歉。心里的一个大石头算是落地，躺在床上，想静静地思考下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。老话说穷乡僻壤出刁民，老祖宗的智慧果然令人叹服，不但出刁民，还进出一些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关明汉，他爸妈，他表姐，每一个人，我都真心付出，尽我所能的保护，帮助他们，不成想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婚是一定要离的，但是我要让他们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几分钟后，关明汉回到房间，不像刚才在外面时候严肃的样子，而是开始哄我，我也顺势搂进他怀里，表示刚才我也太激动了，不应该和婆婆那样的态度，要找个机会好好和婆婆缓和下关系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大家都很默契的没有再提昨天晚上的不愉快，而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婆婆一扫昨晚对我趾高气昂的态度，满脸堆着沙皮狗的褶子。珊珊，你多吃点，特意给你做的小包子，你最爱吃。这是怕我真的把他们扫地出门。妈，您别忙了，快点坐下一起吃。咱们正好商量商量出去旅游的事儿。旅游？什么旅游？那得好多钱呢吧？我也有样学样的满脸假意的真心的笑。哎呦妈，您别心疼钱，您和我爸每天这么辛苦，应该出去放松放松，而且不要钱。听到不要钱，婆婆眼睛里开始绽放光芒。这是我单位给我们发的福利，东山那边新开了一家温泉度假酒店，给了我几张代金券，我们可以一起过去玩2天1夜。婆婆的嘴乐得已经合不上，只要有便宜占，她跟吃了蜂蜜一样。一切确定好，我们一家5个人都去，为了把便宜占到极致。婆婆本着便宜占少了就算吃亏的原则，决定周6一大早就出发，这样可以赶在温泉区开放的时候就进去泡。佳佳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毕业之后一直在她哥哥的影视公司做编辑。之前联系过我好几次，想要一树暖阳的影视版权。不过那本小说虽然是我写的，但却是用的关明汉的身份发表。而且我不想被别人随意乱改我的小说，只能自己担任编剧。可那段时间学校的工作特别忙，根本抽不出时间，所以没有告知关明汉，我就直接拒绝了。我跟佳佳大概讲了下我目前的状态。我跟你说什么了？早就告诉你，他那样背景的男人靠不住，靠不住。佳佳气得跳脚，最终还是心疼我，没有继续多说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希望你主动联系关明汉，跟他买一树暖阳的影视版权。你是吃错药了吧？我当然没有吃错药，不但要买他的版权，还要连着他下一部作品的版权一起捆绑高价买。因为高价，自然约束也多，比如不能有抄袭，比如天价违约金。他如果不同意怎么办？他不会不同意，或许是小时候穷鬼怕了，他非常好面子，而且迷之自信。之前会被这种自信吸引，婚后却发现这是极度自卑引起的极度自信，并不是因为优秀。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儿，关明汉是绝不会放过的。我更不担心他因为2部作品捆绑签订而拒绝，因为他的认知里，我一定会帮他。韩小姐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帮你？背后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。是宋墨尘，佳佳的哥哥，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见过几面。帅气多金，成功青年，老谋深算，这是我对这个人的评价。哥，珊珊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当然要帮她。我打断了佳佳的好意。在商言商，自然不能让您白忙活。事情结束后，一树暖阳的版权归您。影视版权的事情安排好，我便开始静等温泉之旅的到来。
与此同时，我也安排了私家侦探去关明汉的老家调查。我想知道这一家人究竟还有什么秘密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罗多生是关明汉的表姐，那是近亲，他们这么做那就是乱搞。就算老人不懂，关明汉也不会不知道。周六，温泉之旅如期而至。为了占便宜，天蒙蒙亮我们就踏上旅程。虽然有代金券，但是吃饭还是要自己负担的。所以婆婆用塑料袋装了好多个煮鸡蛋、香肠、水果，准备偷偷带进温泉区里。结果却在偷吃的时候被人发现，把东西全都没收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他们，有嘲笑，有鄙夷。关明汉的脸涨得通红，丢下偷吃的几人，转身就走。我躲在角落里看完戏，也转身回房间。是的，是我去举报的。现在虽然不能把他们怎么样，但是看他们出糗，就当给自己个安慰奖。我在房间坐等关明汉回来。几分钟后，他气冲冲地回来，心中冷笑，但面子上还是要关心一下的。等他倒完苦水，我非常善解人意地拍拍他的后背，以示安慰，并且告诉他，我要先回趟学校，交流会有些资料要处理，等周日晚上我再来接他们。他并没有阻拦，还带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喜悦。应该是因为我走了，他就可以和罗多生尽情地翻云覆雨，不用回避，不用躲藏。我按计划驱车离开酒店，返回市里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，安装针孔摄像头的师傅已经等在楼下。我家是2层复式结构，楼上是我的卧室、书房、衣帽间和主卫，厨房、客厅都在楼下。他父母的房间和表姐的房间也都在楼下。2层的空间除了卫生间，我都装了摄像头，用时有点久。好在在他们回来之前，一切都恢复原样，看不出任何搬动的痕迹。距离温泉之旅已经有1周的时间，最近我总是以学校加班为由，很晚回家，这样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发挥，也能让我有个安静的地方看看监控录像。之前在视频里我发现，原来罗多生和关明汉的事情，他爸妈是知道的，似乎也没有要阻止的意思。大家下班已经离开，空旷的办公室里只余下我一个人。戴上耳机，打开视频，看看又有什么震碎三观的事情发生。视频里，罗多生手里掐着一张纸，在沙发前跟婆婆说话：“妈，不是说了，在这边不要叫我妈，我是你姑妈。”罗多生锲而不舍地继续说：“妈，我怀孕了。”婆婆矮小的身子豁然从沙发上跃起：“怀孕？你真的怀孕了？”“当然是真的，这是医院的单子。”虽然明知道婆婆不识字，但她还是递了过去，就好像递过去免死金牌一样。虽然婆婆不认识字，可是医院的标志她是认识的，而且她自信罗多生不敢骗她。老关家终于有后，她开心得合不上嘴。快给明汉打电话，让他回来一趟。你怀孕了。关明汉到家的时候非常不满，现在去打掉。听到他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有点波澜的。或许之前是他被设计了，可是接下来的话再一次打碎我对他最后一点幻想。他妈妈看到他那个态度，把他拽到房间：“怎么能打掉？那可是你儿子，咱老关家的香火。你和珊珊结婚那么多年都没怀上，谁知道是不是她肚子有问题？现在好不容易有了，可不能打掉。不打掉，等着被珊珊发现吗？现在和她闹翻，你就得回山里农村去。而且我的小说要出版，甚至拍成电视剧，都得靠珊珊的门路。这时候你要我为了个孩子放弃自己的前途，你疯了吗？”关明汉丝毫不掩饰对他这个农村母亲的鄙夷。佳佳今天上午在我的指示下已经联系了关明汉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做起他名利双收的大梦了。在监控这边的我只是一声冷笑，真是绝配的一家人。倒是我走错了门，误入了他们家。珊珊这么久怀不上，咱们没有办法用孩子拴住她，她也不能老老实实听话。可是要是她不能生，这就是她的一个短处，她就只能任由咱们拿捏了。婆婆见儿子没有反驳，而是在思考，
继续游说，而且她不能生，就说你表姐这孩子是自己没有办法养着，就过继给你。好算计呀，真是好算计。表姐能同意？她从小吃我们，喝我们的，生个孩子给咱们就当还债了。再说，她本来就是你媳妇，要不是你们圆房的时候年纪不够，不能登记。说到这里，婆婆又突然晃晃头，幸亏没登记，不然错过珊珊了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原来就是夫妻，童养媳。这个消息好像五雷轰顶一样，正劈眉心。难道我才是那个小三？珊珊能同意过继孩子吗？以后她要是怀孕呢？让她不能生不就可以了？关明翰一脸茫然，阴损的老人却继续说：隔壁你二叔家那个儿媳妇，为了不再生孩子，她男人就给她那种紧急避孕的药，吃多了就真的再也怀不上了。把这个混在饭里，不知道管不管用。关明翰好像突然开窍了，放饭里怎么可能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这东西跟他吃的 VC 挺像。关明翰呐，关明翰。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慢慢地笑出了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最后竟有一丝毛骨悚然。躺在我身边这么多年的人，竟然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，不惜毁了我做母亲的机会。论无耻，论泯灭人性，论丧尽天良，畜生也不能出其右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将视频倍数播放，快进到恶毒婆婆和罗多生交谈的时候。妈，您可是答应我的，只要我怀孕，就让我和明翰在一起，我才是他的原配妻子。是，你是原配，可是现在房子是珊珊的，小明的前途也靠珊珊。你现在想因为你让明翰前途没了，我们流落街头，还是回山沟里去跑野菜？罗多生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是一直低头落泪。妈知道你难过，可是还是要为孩子着想啊，孩子有个好的生活，你也能时常见到。罗多生终于默许。庞大的信息量一次次地撞击着我的心理防线。我本以为监控也最多就是能看到他们不顾廉耻的亲热，或者查到我父母的定情守拙的去向，没想到竟然意外发现现实版的人间豺狼虎豹。是你们对我不仁不义在先，就怪不得我睚眦必报。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，我洗完澡准备上床休息，关明翰端着水过来：媳妇，最近太辛苦了，要注意保养。你今天是不是又忘记吃 VC 了？刺骨的寒意在身体蔓延，脸上却一直挂着温暖的微笑。幸亏你记得，我差点又忘了。随后把关明翰支出去取东西，把 VC 揣进睡衣兜里。当他以极快的速度回来时，看到的是我正在喝水送药的画面。余光瞥见关明翰放心的笑，笑吧，笑吧，但愿你能一直这么笑下去。今天跟佳佳见面聊得怎么样？听见我提起佳佳，关明翰的立刻处于兴奋状态。老婆，你太厉害了，没有你我可怎么办？开始他兴奋的表演。佳佳给他的条件是需要和下一部作品一起捆绑，先给出作品大纲，前期章节上架后的效果不低于一束暖阳。理由是关明翰现在是个新人作家，而他们公司投资一束暖阳是大制作，这样一来，关明翰的身价会火箭发射一样的飙升，所以要跟他们签订2部作品来维护公司利益。毕竟他们给出的购买影视版权的金额是相当可观的，当然也伴随了相当高的违约金。恭喜啊，我的大作家！恭喜你一步一步走向深渊。手机铃响起，是我的私家侦探传来的消息。罗多生果然是这家的童养媳，根本不是什么表姐。关明翰高考结束，准备上大学的那年，在村里办了2桌酒席当婚宴，收了典礼，凑得关明翰去大学的路费。只是当时俩人都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，所以没有登记。不过按照关明翰的性格，即便到了法定年龄，也不会跟他登记。这些我在视频里已经了解。不过这个侦探倒是给我也提供了些有意思的信息。这个所谓的表姐原名蒋俏，而不是现在的罗多生。5岁那年被人贩子拐卖到了这个村里。这个山村太穷，一般都娶不起媳妇，都买些小孩子在家养着，成年了结婚。
所谓养着，不过是有口饭吃罢了，饿不死也冻不死。每天要下地干活，伺候一家人，过得确实非常凄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在关明汉爸妈进城之后，他在村里总是被各种老光棍骚扰，只好进城打工。不过在当地也交了个男朋友，还打了几次胎。后来那个男的也出轨，将他抛弃，这才回到村里，正好赶上关明爸妈回去扫墓，他就哭着求着跟了过来。想必他在城里发生的事情，关明汉他们一家是不知道的，否则怎么这么容易的放过他？莫名其妙成为小三的感觉非常糟糕，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不该去怪罗多生。算着时间，我把之前就准备好的大纲和前期章节拿给关明汉。他这次的高兴不是装的，是真的高兴。毕竟如果我不帮他，他到死也写不出来。鉴于我这么体贴懂事，他主动去拿 VC 给我。或许是因为我能帮他写东西赚钱的原动力，再次坚定了他要好好拿捏住我的决心。我当然要成全他。距离第一次吃特制 VC 到现在应该也有2-3个月了，差不多可以让他们给我喂的 VC 发挥作用了。我跟在医院工作的闺蜜打好招呼，第二天中午我就到了医院。等医院通知关明汉过去的时候，我已经极其虚弱地躺在病房里。医生告知他，我子宫受损，可能以后再也不能怀孕。他跟他妈妈假惺惺地在我身边安慰了很久，最后用以后可以领养或者过继一个孩子结束了这次谈话。这是在给以后做铺垫吗？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，我在医院住了几天，输了几天的营养针。罗多生也来看过我一次，应该是听说我不能怀孕了，开心的失了分寸，来示威。她出门的时候正好被护士站的闺蜜看到，她走后闺蜜进来问我，是不是认识刚才出去的那个人？什么？这就是那个绿茶啊？你那么惊讶干什么？她宫外孕？什么玩意？你再说一遍，你没弄错吗？我着实非常惊讶。小姐，我是专业的好吗？怎么可能弄错？而且这个人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明明知道是宫外孕，我们劝说了好几次，可他就是拖着不做手术。明明知道是宫外孕，明明知道孩子保不住，明明怕死一直来检查，能是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现在没了孩子，他就没了利用价值，而我现在又没有生育能力。就算他把他和关明的事情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闹，所以他没了拿捏关家人的把柄，只能牢牢握着这个孩子。为了这样一个男人，值得吗？新的作品已经发布，成绩不错，关明汉每天的心情都非常不错。佳佳已经准备这几天跟他签约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发布的作品早就在另一个平台发布，除了书名，连里面人物的名字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手作家的作品，没有任何存在感。老公，对不起，你可能不能跟佳佳签约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关明汉的眼珠瞪得快要掉出来。学校抽风了，出了个新规定，我们在职人员不可以在不报备、没有得到学校批准的前提下，以个人或者亲属的名义推出个人书籍作品。如果违反，就会被开除。这么扯的理由，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，但是我坚信关明会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现在签约，就会是婚内所得收入，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但是如果在离婚状态下，就是他个人财产。他才不会去管是真是假，他只要他的利益最大。最终在我非常不情愿，他再三保证，对我连哄带骗的前提下，我们离婚了。一天很晚了，接到闺蜜的微信，说罗多生因为大出血住进了医院。可是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们明明跟我说罗多生回老家了，因为家里有事情要处理。我思虑再三，还是决定去医院看看这位假的原配表姐。见到她的时候，她面色惨白地躺在床上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但还是永久地失去了自己的子宫。看到我，她显得非常惊讶，但却怎么都不愿意示弱，硬撑着要坐起来。是明翰让你来看我的。我已经在闺蜜那里得知，我婆婆跟我老公在她住院的时候把人送来，得知以后再也不能怀孕，跟病人在病房里大吵了一架，
留下点钱就走了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能猜到，他们应该是知道了罗多生再也没有利用价值，准备一脚踢开了。不是，他们说你回老家了，我用不着你可怜。你别觉得你比我好到哪里去，你也不过是一个不能生育又被老公利用的蠢货。他早就厌倦你了，在床上跟个木头一样，要不是你家世好，他能要你？不要用高高在上的眼神看着我，我才是原配，你才是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。没有我，难道关明翰就会要你了吗？当然不会。我一直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打断他的话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都知道。我找了个椅子坐下。是的，我都知道。我知道你是他家的童养媳，我知道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抛弃了你，我知道你去城里打工，再次被男人伤害，我知道你跟他在我们结婚之后也混在一起，我还知道你怀的孩子是关明翰的。我只说了和他有关的事情，没有提我自己。虽然我现在并不怕他知道，我的局早已不完，但我没有必要跟罗多生说那么多。我来找他，只是想给他一个为自己报仇的机会，也是让关明翰输得更惨的机会。罗多生的眼里充满了不可置信。我来找你，只是要告诉你，他书房的电脑里、地盘里有个代码文件夹，如果这里的东西被外泄，他将面临巨额的赔偿。那里是关明翰接的私活，帮人写的代码。你想利用我？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丢给他一个档案袋，里面装了他亲生父母的信息。虽然他离家多年，但是他的父母并没有放弃寻找他。关上门的一瞬，我听到里面撕心裂肺的嚎叫，是不甘，是愤恨，可吞噬人性的恨。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做。如果他聪明，可以把这些代码卖出去，这样还能得到一笔钱。每天中午，婆婆都会跟公公一起出去遛弯、买菜，这个时候是他行动的最好时机。这2天每天中午，我都会在电脑前面看着家里的监控，果然被我等到他。去吧，去给自己报仇吧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需要先把自己的账跟关明翰清算。一名不见经传的新手作家写的一本新手网文突然爆火，被顶到网站首页。与此同时，广大的读者火眼金睛地发现，这本书跟关明翰的书除了书名不一样，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。网上又掀起了一阵辱骂新手作者抄袭的骂战。当然，只是单方面碾压，毕竟新人作者毫无依仗。可是很快风向就变了，因为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新人这边的发布时间早于关明翰2个月。最重要的是，关明翰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，在文章开头的地方很凡尔赛地写道：很久没有写东西了，这篇文的大纲是在文章发表前的1个月才开始准备。本来是为了显示自己能力强，结果却成了抄袭的铁证。人家2个月前就发表了，你的大纲在人家发表后的1个月才开始准备，谁抄谁一目了然。佳佳那边没有丝毫拖延，带着法务很快地结束战斗，如果不赔钱，就面临牢狱之灾。终于逼得他妈妈将偷去的镯子拿了出来，并附上一束暖阳的永久版权。然而，这才是噩梦的刚刚开始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事实证明，这可能都是人为的。罗多生果然没让我失望，他卖了代码，给关明翰带来的损失他已经无力偿还。每天被花式追债、追单位、追到家里，武力压制、官司恐吓，现在追债都这么有文化。不过在外面怎么样与我无关，追到家里是不行的，以我报警收场。已经吓破胆的关家人看我的眼神就像溺水的人看到了救命稻草。珊珊，你救救明翰，不还钱他可能会坐牢，更可能被那些人打死。珊珊，你一定要救救我。我玩味地看着他们尽情地展示人性的丑恶，还真要感谢上帝，感谢耶稣，感谢主，让我亲眼见识了人间的豺狼虎豹，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我摊摊手，调侃的道：看戏的眼神。看你们继续表演，演技不错，对人渣特质的拿捏非常到位。奥斯卡欠你们个最佳演技奖。
显然他们没料到我会是这样的反应，在他们的心里，应该是早已经把我死死地拿捏在手里。各个表情惊讶到扭曲。你让我救你？为什么救你？凭什么救你？凭你为了攀上我，对我虚与委蛇，还是背着我把童养媳接到家里来，继续滚在一起享其人之福？又或者为了让我不能怀孕，用避孕药换掉我的 VC？ 亦或者是为了独占版权费哄骗我离婚？关明翰，你凭什么？你什么都知道了？我满不在乎地耸耸肩，算是给他了一个肯定的答案。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并没有回答，用沉默回应了他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他疯了般向我扑过来，我一个闪身，脚下微微一绊，他就直直地倒了下去。平时让他跟我一起练练自由搏击，他总是不肯。啧，还真是虚，就这3秒结束的功夫，还好意思乱搞男女关系，我都替你脸红。我无意和他们打嘴仗，把早就打包好的那些属于他们的东西拿了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个贱人，想撵我们出去？关明翰这个时候倒是非常有清醒，听到我要将他们撵出去，他妈妈开始了撒泼打滚，一屁股坐在大门口，鬼哭狼嚎的。哎呦，你们都来看看呢，这就是我城里的好儿媳呀，害得丈夫倾家荡产，还要将我们赶出家门，霸占我们的房子。楼道里都是她刺耳的哭声。关家婆婆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你自己家的事情关上门自己处理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的，影响别人生活。她的为人，邻居们都清楚。平时偷摘1楼院子里的菜，被人家发现后，心存不满，往人家1楼扔垃圾。嫌隔壁邻居孩子晚上哭闹，趁孩子在楼下玩的时候吓唬小孩子。若不是碍于我的面子，人家早就跟他翻脸了。我如果是你，这个时候就会安静地在我眼前消失。关明翰抄袭的事情，因为我出面，人家才没要他赔偿，只要了版权。如果你觉得让你儿子的负债再次翻倍没关系，你大可以继续惹毛我。这场可笑的婚姻终于结束，他们从我的房子里搬了出去，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我并没有再过多的去关注他们之后的事情。之前因为自己的有眼无珠，浪费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和纯洁的爱情，这些都已经不能再重来，无法弥补。我只希望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充满阳光、微笑，不愿再因为这一家人而浪费1分1毫。我卖了房子离开这里，后来从我爸的学生那里得到一点他们的消息，说关明翰被公司追责，无力偿还，最后积劳成疾得了肝癌。他爸妈早在给我赶出去之后，就又一次被他抛弃，好像回了老家。也有人说在市里拾荒，被冻死在大雪天。不过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，因为我的生活非常充实，教书育人，笔尖勾勒出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。每一个故事都像是我的另一端人生，也是对我青春遗憾的寥寥慰藉。